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讲的来宾，戴伟山发言人、江敏清院长、陈凤清小姐、赖世宝委员、李彦秋委员、徐宏庭议员。好，那马斯克，哇，这很精彩，这简直是这个几个月的时间，你看就可以从那么亲密的战友，变成翻脸成仇啊。那马斯克在川普选举的时候捐了他2.8亿到3亿美元的钱。还给很多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捐钱，那他自己认为他是这个大的工程，可是呢，这个川普就是他搞那个什么政府效率、改革效率啊等等DOGE 的那他就很生气，他说叫我搞了半天得罪一老票人，大家都在我的那个特斯拉上面喷漆，抽我的轮胎，我的股票也跌那么多，然后弄了半天，我才不过省几千亿美金，了不起了，被人骂得要死。你这个搞这个什么大优美法案，一搞就要增加好几兆美元的负债那你搞我干嘛呢？所以呢，他就当时就讲说，这个猪罗党这个猪头党，然后呢，共和党这些议员呢是猪头议员，他说要组织新政党，本来以为他随便讲他在他脸书给问他的支持者，我该不该组织政党？美国党 America Party， 他的支持者呢2-1。就2个说赞成，1个反对，他就宣布我成立了如果你们所愿，其实是他自己的愿，他就推到那个他的支持者说，如果你们所愿我成立了一个新政党，明年要进军国会选举这个参议员联邦参议员要拿2到3席，联邦众议员拿到8到10席所以它要变成关键的少数关键因为在美国2党制要变成多数关键不容易了少数关键像以前那个 Ross Perot 也是有钱出来选总统票不高，但是的确影响到谁可以当选，谁不会当选，的确影响到了那尤其现在美国国会参议员只不过多3席，众议员没多不了几席所以稍微影响一下就可能造成这个翻转那川普开始不评论。后来呢，被人家问到了他说他可以玩玩看美国传统就是2党制国家，他要来搞第3党，可以玩玩看但是呢，有够荒谬真的有够荒谬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呢，哎呦，他应该远离政治，他又搞那个 SpaceX 太空又搞这个特斯拉，然后呢又要发展这个无人驾驶计程车。又要搞人形机器人，他搞那么多事情，他的董事会董事很不满意，就要回去好好搞生意了，不要搞这个奇怪的。他当时帮川普选举的时候，他们不讲这个话，不搞政治，那个时候是不应该搞那个时候可以搞，现在要指政党不可以搞所以呢，财政部长说他应该走那另外呢，川普的前测试班农被认为是 Kingmaker 国王的这个制造者当时帮川普第一次选上他说什么离开政党，他应该被驱逐出境。他说 ，Buddy， 你不是美国人 ，You're not American， 你是 South African， 南非人。他说呢，我们已经证明了，你应该被驱逐出境。川普不是也要把他驱逐出境吗？所以呢，马斯克是跳梁小丑跟白痴这种事情只有外国人会做，美国人是不会做的。所以马斯克是外国人所以你看翻脸到这个地步怎么难听话？什么话难听，讲什么难听话那另外呢，川普也开始骂了，说马斯克为什么跟我翻脸呢？因为他要把他的亲信拉去当太空总署的署长要发展他的 SpaceX 我不愿意，怎么可以让他的亲信来干呢？另外呢，我也补贴他很多电动车等等现在砍掉他的补贴，大而美法案砍掉补贴，他不爽了好吧，我们看一下。So he can have fun with it, but I think it's ridiculous. 川普直言有够荒谬，因为全球首富马斯克宣布组建新的政党——美国党，要来挑战他口中的一党专政。It's always been a two-party system, and I think starting a third party just adds to confusion. It really seems to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wo parties. Third parties have never worked. 川普还在自家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批评马斯克完全脱轨，简直像场列车事故，更暗示马斯克和 NASA 关系密切，可能存在不当利益。而向来和马斯克不和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更是直接叫他回去好好做生意。I believe that the boards of directors at his various companies wanted him to come back
and run those companies, which he is better at than anyone. So I imagine that those board of directors did not like this announcement yesterday. 虽然川普和财长接连开枪，不过民调显示仍有约40%的选民支持马斯克创立新党。其中有14%的选民非常有可能把票投给美国党，26%的选民立场则倾向有点可能将新政党的目标锁定参议院2到3席，众议院目标也有8到10席。马斯克希望抢下国会关键少数，冲击未来法案表决。很快就证明啊，政治上没有人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立刻就翻脸。可是要好，可能也很快就好了哦。来，凤姐怎么看？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分手擂台哦。好，那么当然美国历史上并不是一直都是民主党、共和党，事实上他们都是后来才成立的政党。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过去100年的话，确实很稳定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可是这个稳定的民主党跟共和党，它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通常去挑战第3党的，它是直接去挑战总统选举。那你总统选举当中，你要成为第3党，然后想要当选，其实那个可能性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呢，美国一直没有办法在过去这100年当中出现第3党，不是说他真的没有第3党的空间，而是出来挑战的人就是直接就摆明了我要选总统。那选总统这件事情没有传统政党的支持，困难度终究还是高的。不过我觉得这一次马斯克他不知道是不是跟台湾学的，就关键第3党、关键少数啊。马斯克成立的这个政党，我觉得不能够小看。那分手擂台本身很有戏了哈，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但是呢，你如果我们严肃来看待它的话呢，第一，它的目标很明确，它锁定的是参议院，因为明年改选，半数的参议员要改选，然后呢，全部的众议员要改选。它选定的是参议员2到3席，众议员8到10席。参议员的部分，我觉得我比较难讲啊，因为呢，他们每个州呢只有2个参议员，并不是那么容易选。可是众议员就要不一样喽。我去美国也曾经见过当地的一些众议员啊，他们的众议员真的那个选区非常非常的小，所以经营起来哦，也是那种细根型的那种经营。那因此你要在关键的选区，还不是州啊，关键的选区发挥影响力可能性大不大？如果你要50席以上，我觉得不可能。可是他只要8到10席，明年435席全部改选，所以呢，8到10席，我认为有机会。第3个部分，当然他有钱，全世界的首富嘛，而且呢，他敢花钱。我曾经看过这个美国非常知名的历史学家帮他写的传记啊，在这里面呢，其实去形容他对于破产这件事情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所以他是真的很敢花钱，所以他有钱敢砸钱，不用多。他如果像总统大选这样的砸钱方式，然后去刻意针对20席的众议员，其实那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那第3个部分是他有方法，那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的科技人，你不要忘了他还是 X 的老板，光是 X 手上的那些资料 data 就是很惊人的资料。那大家还记得那个川普在当选的时候，那时候2016年曾经有个剑桥分析公司，就是利用 FB 的资料，然后去精准的去影响关键的选民他们的投票行为。那他现在有的是 X 啊，那这 X 的精准的影响力影响更大，而且他跟美国很多的网红关系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他是有方法，他知道怎么回到第一性原则，这是他之所以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可以成功的发展 SpaceX 还有特斯拉的这个主要原因啊。但我最后要提一点，就是我觉得贝森特呢说对了一半，他说：“你的很多公司应该都希望你回去当董事会吧？”但我也必须说，这个马斯克的所有的公司其实都习惯他不务正业了，因为他只要心思一转，他就会立刻转向一个他的新的宝贝。所以 SpaceX 的时候全力投入，然后接着呢 OpenAI 全力投入，所以跟奥特曼这个翻脸，然后呢接着特斯拉全力投入，然后突然间又转向了这一个 X， 然后又全力投入，然后之后呢是选举全力投入。其实他看中了有点类似新玩具之后哦，他就全力投入，这一点不能够小看他的决心。不过我这边稍微题外话一个人啊，那就是奥特曼。OpenAI 的奥特曼，因为呢，当马斯克宣布要成立第3党的时候呢，奥特曼呢，他在他的 X 上面说，美国生日快乐，但是呢，我不快乐，
因为我感觉上我在政治上无家可归。虽然马斯克跟奥特曼呢是在科技上面现在闹得很凶，可是现在看起来政治上面他们对两党都不满意。如果会有一个科技人组成的政党，那影响力就更大。我们且拭目以待。好吧，这个因为财政部长骂他了哈，说他回去当董事好了，他回骂财政部长，他说这个财政部长贝斯呢只是一个政治系的学生，他连数学都搞不懂，还想批评我。他说我的支持度，川普都重视，都不敢忽视，你居然敢忽视我哈！来，院长，那个美国啊，它一向是驴跟象之争啊，英文有句成语叫 "It takes two to tango"， 川普经常讲，两个才能跳 tango， 还有 two is company， three is none， 三个以上就没有。其实贝隆说错了，美国不是没有第三党，1872年自由党成立，只是时间不久，还有罗斯福在1912年组成一个进步党，但是后来因为财力不济后来就没有继续延伸，所以基本上选举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大量的金钱，钱脉之后才是人脉，人脉可以透过钱脉来运输，来能够扩张。马斯克确实在整个一个选举，他有说 PAC 这一次在选举当中花了3亿美元，他有在7个摇摆州，每一个州呢花100万美金。这样帮这些穷人或者是这些农民们打下很深的基础。但问题是，现在两个人本来因为利益而结合，所以因利益而分开嘛，这很正常。只是川普说，你试试看他说他像一个火车的一个 train track 一样，你根本不可能嘛，你已经脱轨了 off rail， 你脱轨了不可能成功。从学理上去看，杜佛杰讲说，美国现在是单一选区多数制了我刚才问伟山，他记不记得以前念政治学叫 gerrymandering？他记得，就是竭力容源。为了让自己选区能够得胜的话，会把自己对自己有利的划进来，所以别人根本没办法进来。这个情况下改善了，可是单一选区多数制对小党根本就没有成立的空间。凤琴刚刚讲对一句话，就是以前多数人出来都是选总统，但这次马斯克的标准很清楚，就是他针对共和党的选区，他要选是众议员，众议员是依据人口比例是几百个，他每2年全部选一次，435。所以，即使他没有特定的党派认同，他一样可以支持这个8个、10个、20个都没问题。但参议员很难，参议员是6年一任，每2年改选1/3了。所以那个每一个参议员都要准备做总统人，要去推动他不太容易。所以这种马斯克的标准标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我现在只要10个、20个众议员，其实很快，就能够达到他的目标。但问题是，他达到目标之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大而美，我们简称 BBB 法案。他们所看到现在是内部讨论这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Freeman 说得很清楚，他说，大而美的法案最大问题不在国内，在国外。它使谁真正伟大呢？他说让中国大陆真正伟大，因为他减的是新能源的 AI 所需要的电力这一部分，它大量的删减，它恢复到传统产业。那以现在全世界的 AI 需要大的算力来说，它需要大量的电力，而整个一个新能源的主权，现在几乎 Freeman 这边这个分析说，如果照美国这样走下去，大陆14亿人简直不敢相信，怎么这么好的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等于是美国让渡了这个能源的主权。所以未来从今年开始，如果大而美的法案真的能够继续扎根下去的话，未来5年10年，整个新能源的主权恐怕就回到中国大陆身上去。所以这他们所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了。但第三大党有没有成立空间？我的机会不大。但是以他的财力，要砸出10个、20个众议员，以人口比例的，我认为几率极高。不，基本上是选举制度的问题了因为呢，他这个美国基本上选都是选1个了不管什么就是1个在这个选区选1个人那选1个的话呢，就基本上你要过半数，基本上才能赢。就算3个，你大概要40%以上选票才会赢。它跟这个复数选区是不同。比如台湾以前是复数选区，台北市选8个立委。你只要有10%的票你就当选了嘛，所以我不要管那90%，我的主张只要有10%人支持我，我有特色，或者他觉得我好，10%就当选立委。现在不是现在分成每个区每个区大概都要拿到过半才能当选了，所以你的小党就很难，这个或是比较特殊，以这个单一诉求为目的的党就比较难，难在这样的所谓选区里面拿。那这也是国民党跟民进党2个合起来封杀小党，改革选举制度，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比如说李敖那是台北市，他可以当选立委他无党也可以当选
因为他只要8%、10%当选了，现在就很难了。没有政党支持，你怎么当选？就算是一个第三党也不容易。所以美国基本上是这样的选举制度，所以为什么第三党不容易的道理在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川普宣布，美国时间7号开始发送全球关税信，因为他这个延了90天嘛，然后呢是要跟各国谈判，谈了个半天，最初把英国拿出来做样板，因为英国跟他血浓于水，而且英国跟他是贸易逆差，英国是被他赚钱呢，英国没赚他的钱呢，很容易就谈成了嘛。接着越南为什么谈成？越南一开始就说我关税0啊。越南一开始就跟你讲我是0关税啊，越南的想法是我就是0关税，你也卖不了。越南普遍很穷嘛，对吧？一般人没有那么有钱，有钱才刚开始嘛，所以谁买得起美国东西啊？他买越南货都来不及，他买你美国货吗？要不然买中国货也就算了，便宜嘛。买你美国货不可能，所以我0关税，你来啊，你有本事就卖啊，但是我重要的是要卖给你啊，我越南最近要卖给你啊，卖给你美国啊，所以越南就是我0关税嘛，印度本来说很快谈成，到现在也没谈成。本来以为日本很容易，因为日本一向听美国的，但你忘了日本马上要全国大选啦，对吧？这大选他如果垮，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日本这是要强硬起来啊，说不行农民的权益绝对不能丧失什么美国叫我 GDP 2.3%变成这个国防预算，我就给他3%吗？我有看我的这个自己需要，反正日本突然变得很强硬，跟以前完全不同，川普很惊讶，那日本怎么变成这样子呢？好吧，所以呢，现在开始谈的可能不是那么顺，中国是谈那个框架，所以他就是没关系，我也不能再退了，再退被他骂他口多难听啊，所以呢，我就寄信给你们，关系比较没有什么特别贸易的，先寄100封寄给你们，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寄给你们的8月1号开始实施，那这中间还可以谈判呐，我寄信给你也不就决定了，寄还是可以谈判嘛。但是他不能现在说我要延了，他再延会被他笑死啊！所以呢，他就我发信给你们了，你们会收到我的信了。如果没有协议，没有达到，就恢复4月的水平。4月他不是讲那个 Liberation Day 什么解放日那个对等关税吗？那另外呢，财政部长说，不行的话，我就要恢复这个从台湾到欧盟。台湾怎么？台湾不是最早谈的吗？台湾不是原来是在那个4个可能的谈判对象里面的一个吗？搞了半天怎么说台湾到欧盟？欧盟很强硬啊，台湾其实很客气的那为什么还这样呢？又搞不懂他在干嘛？你看欧盟、日本、印度、泰国其实都有他的坚持啊，只有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坚持啊。那台积电自己要去投资1-2千亿美元啦。阿拉斯加叫你买天然气，我们也同意给他接管。日本、韩国还抵抗啊，我们什么都同意了，你要对我们到底要怎样呢？应该对我们好一点，我也认为应该对我们好一点。那另外呢，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谈怎样。你每天报上看到，还看到韩国跟日本怎么谈，这个韩国跟美国怎么谈，日本跟美国怎么谈，那台湾怎么谈不知道。立法院我要问也问不出个名堂来所以呢，日韩现在只能看最后几天能不能赶上。台湾说我们要拼到最后因为只剩下倒数2天了。那问经济部长了，说到底现在怎么样？我们还在谈判在进行中，不讲个废话嘛？他们谈到现在还在进行中，剩下2天了那民进党党团很乐观说，台湾的底气很足希望能够挤到他的10%关税名单，我们也希望希望最好给我们0%。我们对美国那么好，你不对我们好一点吗？还给我们抽什么关税呢？而且我们台币已经升了14%了，等于自动还没谈就已经等于加了14%的关税上的意思了而且你关税还可以转嫁给进口商、消费者，升值转嫁谁啊？出口商自己要付那所以呢，这个民进党说要集气了说呢台湾底气十足，要呼吁全民集气，网络人就笑他。这真的集气有用吗？国家可以靠集，我们说某个人生病了，给他集个气，也许有用。你说国家关税集气有用吗？你这边集气，川普也会集气啊。他也不是大家都有大家的上帝啊。那另外呢，因为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日本、韩国政府都不讲话，不告诉我们，所以全民会焦虑了。至少让我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大家都不知道好，我们看一下。
对等关税暂缓期7月9号大限将至，川普正是台湾时间周二的凌晨0点开始寄信，给没有跟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单方面通知，从8月1号开始开征新的税率。Sending letters out on Monday having to do with the trade deals. Could be 12, maybe 15. Tariffs go into effect August 1st, but the president is setting the rates and the deals right now. 法新社还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点名，从台湾到欧盟都要赶紧跟美国达成协议，不然就恢复先前公布的高额税率。We're going to be very busy over the next 72 hours. President Trump's going to be sending letters to some of our trading partners saying that if you don't move things along, then on August 1st, you will boomerang back to your April 2nd tariff level. We're going to send out probably 100 letters to small countries where we don't have very much trade. 美国财政部长点名台湾若没有与华府达成贸易协议，关税税率将回到4月初水准，并在8月1号开征。有办法谈得比越南还要好吗？经济部长郭志辉笑而不语，商总理事长许淑博示警，若谈判结果关税15%加上汇率，业者成本多出27%；不过若是维持32%加上汇率，业者成本最多增加一半，恐怕会有出走潮。另外，在半导体关税，业界预估8月就会揭晓，不是全面课税，就是2种课税，或者是延缓处理。关税还在继续谈判，都还在谈哈。谢谢大家关心。来，赖委。是现在政府的态度啊，一向都是对关税的进度啊，就是保持黑箱啊。你一问他就是国家机密。我们原来大家其实很有共识。我在财政委员会，我当召委，我排了货物税，很多的货物税，比如汽车来讲的话，货物税被川普也认为是非贸易关税的障碍。就是你除了关税以外，你加了其他很多的东西。我们汽车货税很高呢，很高，20几%。你看那个稀稀数啊，不同的高到25%之多，关税17.5%，这两个一加就40几%了，还加其他的啊。所以然后呢，我们本来我们朝野都有共识，立委都有共识，就是说，让货物税先降啊，要降多少，或者是什么？而且货物税降对国内国外生产其实都有利啦。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在车商都哀叫，因为大家期待你会降，所以呢，我就暂时不要买车。这一降可能10万啦、8万啦、10几万啦，所以就先不要买车。结果差不多这1-2个月啊，车市情况很糟。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体恤我们政府要跟美国谈，所以你给他降多少？美国谈会结果是完全不一样，你怎么办？又重新来修。所以我们是暂时给他这个，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的哈。那么第二个我要强调的就是在黑箱里面，我们的政府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包括经济部长，包括财政部长。你可以看哦，日本多少透露一点嘛？日本坚持汽车不可以这个零关税，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坚持一下什么的啊？我们没有听到他坚持什么东西。第二个，然后你看到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他说了。这个台湾跟欧盟如果没有谈成，马上就用旧的，就是没有谈成就是要32%哦。各位，32%加上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台币已经升值了13%、14%，我们给它加个18%好了，那就等于40几%哦。那也得了，那台湾的传统产业死光光啊，死了一大片了啊，死了一大片。他讲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他就在讲越南的事情，越南谈成了。原来46%，我给你降为28%，但是呢，越南零关税，零关税，所有美国去越南的统统是零。我认为美国要求台湾零关税，就是美国到台湾的产品零关税，这一点我觉得正在 argue 当中，因为这里面有一项是民进党政府非常在意的。其实全国人民更在意的农民，对啊，就全世界都在意的，都在意，因为你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里面了，世贸组织那时候谈的最难谈的就是农产品，我都记得那时候我们要加入世贸组织 WTO 的时候，那时候行政院长是张俊雄的时候还特别为这个成立一个受进口损害赔偿基金1000亿，很久以前的1000亿，很大一笔钱哦，就是如果你受伤了。我赔你，你受伤了，我赔你。那这一次政府没有这些动作，那这个能不能挡得住美国要求我们零关税？
我觉得零关税对台湾的影响冲击太大了，包括农业，包括汽车业，关税有人说要降，那降多少？降为零吗？那台湾的汽车厂是几乎全倒了，17.5%，它就让你赚啊，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啦。所以汽车应该先从货物税降是对的了。不过我们关税虽然汽车17.5%，我们整个进口关税并不高，我们整个进口关税名目税率平均只有6%，我们只有6%。所以本来是说我们可能愿意降到个2-3%啦，有的降一点了，但是现在不知道谈的怎么样。我们进来关税当然重要，我们去的关税也很重要啊。我们台湾是靠出口到美国多少关税？你现在货币已经涨了13-14%了，如果那边再加个10%、15%、20%，加起来差不多30几%。我们很多外销的产业利润也不过就是5%、8%、10%，了不起了。这一下一加油，它怎么办呢？转嫁给谁呢？所以为什么中南部的很多厂商叫苦连天，就是这个原因。休息再回来。